界面新闻消息，火锅龙头海底捞旗下的副牌阵营日益壮大。近日，他又在北京推出了新的快餐品牌饭饭林和秦小贤，前者主营川味盖浇饭，后者以陕西风味小吃为主。两个新品牌的门店均位于北京知春路地铁站附近，且比邻而居。一位店员告诉界面新闻，两家店的老板也是同一个人。大众点评上有评论称，知春路地铁站附近的商铺很多顶不住疫情压力而撤出，海底捞再次布局快餐店使租金抄底。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肯德基官方微博近日宣布，指示带系列近日上线，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6大城市的210家餐厅推出零胆固醇的植物肉汉堡和鸡块。早在今年4月，肯德基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肯德基植培黄金鸡块横空出世。据悉，该产品为植物蛋白制品，不含鸡肉，也就是说，这是一款人造肉产品。4月底在上海、广州、深圳公开测评，当天就有股民去互动平台提问双塔食品，肯德基新品植培黄金鸡块是否与公司有关系，是否有使用公司豌豆蛋白产品。4月21日，双塔食品方面回复有间接供货关系，使用的是公司的豌豆蛋白产品。来自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20时，全球累计确诊37852768例，现存确诊8509343例。中国以外累计确诊37875123例，累计死亡1078583例。国内现存确诊439例，累计确诊91352例，累计死亡4746例。据一点财经速报消息，10月12日17时45分消息，据诺贝尔奖官网，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美国经济学家 Paul A. Milgram、Robert B. Warsons， 获奖理由为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据环球网国内消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0月12日电，10月12日，北京市举行疫情防控例行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新火介绍了昨日新增的境外输入病例具体情况。该患者系在巴基斯坦工作，10月9日抵达北京，在闭环管理中被发现并确诊。目前已对该男子居住的隔离观察宾馆环境进行消毒。疾控机构已及时追踪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32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目前无异常情况。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10月12日电，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2日消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日上午访问昆士兰大学时，遭到当地活动人士抗议，所乘专车被泼红漆，示威者高喊把莫里森关起来的口号，在建筑外投掷西红柿示威。澳媒公布视频显示，警方在大楼入口外设置了路障，但大楼2个入口的玻璃门和窗户上都被泼上了红色油漆。昆士兰大学一名保安也被油漆击中。大楼被封锁后不久，莫里森在安保人员护送下从一个卸货区离开。发现总理离开大楼后，抗议者也离开了现场。据一点娱乐消息，经过近1个月的比拼，金鹰女神将在10月14日结束投票。就目前的票数来看，宋茜2大平台票数加起来票数已经高达229万票，而排名第2的谭松韵只有150万票，有近80万票的差距。只有2天的投票时间了，大势已去。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全球第2波疫情已经拉开序幕。德新社11日报道称，欧洲第2波新冠疫情已经爆发，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都再次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欧洲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突破10万例，超过美国等疫情严重国家。欧洲各国正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遏制疫情蔓延。法国是欧洲第2波疫情中情况最危急的国家之一。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6896例，再次刷新单日新增病例数纪录。11日实时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3.2万例。法国政府宣布，由于疫情持续恶化，里尔、格勒诺布尔、里昂和圣艾蒂安等4个城市自10日起正式进入新冠疫情最高警戒状态。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最高警戒地区还将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消息，据俄罗斯卫星网11日报道，亚美尼亚国防部发言人阿尔茨鲁尼·奥万尼相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未全面履行纳卡冲突区停火协议，导致交换俘虏和阵亡士兵尸体的计划流产。卫星网称，亚美尼亚国防部早些时候宣布，接触线北部和南部发生战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亚美尼亚任务团联络部门负责人阿马图尼11日表示，不久前关于战事仍在持续的消息，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调停人参与的换俘行动无法实施。他还表示，交换俘虏和阵亡士兵尸体期间，必须保障停火，以及保证红十字工作人员安全。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注册资本高达1012亿元。10月12日，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京成立，成为国内第4大运营商。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发布4张 5G 牌照，宣布我国正式进入 5G 时代。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家运营商外，当时中国广电也正式入局，拿到了 5G 牌照。记者注意到，在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中，除了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广播电视台、湖南电广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等传统广电系的资本，还包括了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非广电系资本。换言之，中国广电刚刚面世就已经具有了混改的基因。据界面新闻消息，10月12日，北京召开第168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提醒，请9月27日以来去过青岛并乘坐过车牌号为鲁优 T4923 出租车者，主动联系所在社区或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据海峡导报社消息，屏东县丰寮乡政顾问李梦居在大陆被关押超过1年，11日首度露面，并在央视节目上自白还原间谍工作过程，掀起两岸网友热议。对于大陆通报破获台谍案，台当局安全机构当晚回应称会持续关注并留意后续发展。台当局陆委会随后叫嚣称这是无稽之谈，栽赃我方人民，并声称有关李梦居遭陆方相关单位关押一事，陆委会自事发后即与李梦居家属保持联系，掌握案件进展，并提供必要之协助。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777万1005例，现存确诊846万6470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15万9643例，累计确诊3767万9672例，累计死亡107万7396人。国内现存确诊420例，累计确诊9万1333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京报消息，继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后，青岛市卫健委10月12日通报，目前已6例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青岛目前已经展开全员检测，5天内对全市检测全覆盖。山东省日照市卫健委10月12日凌晨发布消息，请近期有青岛旅居史接到核酸采样检测通知的市民，及时联系当地指挥部，到检测地点进行核酸与血清检测。内蒙古通辽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医疗防控组也发布通知，要求现居住通辽市且9月27日以来有青岛市旅居史，曾到过青岛市胸科医院，接触过医院病人和防护人员，接触过近期从青岛市入境人员，接触过青岛市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的居民，主动拨打通辽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或疾控中心咨询电话，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相关情况。此外，国内多地相继发布提醒，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市。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京报消息，新京报快讯，据统战星语微信公众号消息，10月12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交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14号公布了《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自2020年12月1日起实施。
办法共7章42条，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的朝觐活动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和依法进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外的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朝觐活动。公民申请朝觐应当具备基本条件，并报名排队。朝觐费用收取与使用应当遵循据实核算、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原则。朝觐人员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以及有关国家法律，遵守朝觐工作管理规章制度，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展现良好形象。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朝觐事务管理工作，依法制止非法朝觐活动。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香港商报网12日报道，针对有小学教师因专业失德而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11日表示，香港过去在推广国家安全教育上不合格。他已就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中小学及高中通识教育加入宪法、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教育。公务员需通过相关考核做获聘必要条件，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推广纳入香港电台约章等。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此前11日上午，青岛市发布新增3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之后，国内多地相继发布通告，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市。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吉林省白城市、吉林省舒兰市、吉林省公主岭市、吉林省桦甸市、辽宁大连市、辽宁丹东市、江西赣州市、湖北省均发布通告。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据印度斯坦时报10月9日报道，印度在苏 30MK 战斗机上首次测试发射 Rudram-1 反辐射导弹，用于攻击敌方雷达和防空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印度空军现在将有能力在敌方领土深处执行压制敌军防空系统行动，摧毁敌人的防空设施。这将使印度空军的攻击机能够不受阻碍地有效地执行任务。另一名官员说，这次试验证明了这款反辐射导弹具有很大的防区外射程。界面新闻消息，《华尔街日报》10月12日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官员计划最早从假期季开始开放纽约市和伦敦之间的旅行，并缩短游客隔离期。这些人士称，由于美国的新冠病毒检测越来越便利，这促使交通部、国土安全部和其他部门的官员重新努力在美国和国际旅行目的地之间建立安全的旅行通道。开放这些航线将要求游客在登机前和到达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这样可以避免在目的地进行长时间隔离。金融界消息，2020年10月1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则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2审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与上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明初14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1项、第171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据环球网消息，岛内绿媒接连炒作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周边空域。亲绿媒体三立新闻网10月12日报道称，今日12日上午，解放军派遣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从南向北朝金门附近绕飞。对此，台军方又老调重弹称，台军对台海空域情势皆全盘掌握。对于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海一事，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曾就海空兵力战备巡航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10月10日电，综合法新社近日俄罗斯11日消息，法国首都巴黎郊外一个警察局11日凌晨遭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袭击，约40人手持铁棍试图闯入，袭击者用烟花爆竹向警察局发动攻击，持续约1个小时。法新社称，事发时2名警察在警察局门口吸烟，约40人手持铁棍和燃烧物蜂拥而来，2名警察及时退回警察局并锁上闸门。这伙暴徒用铁棍砸坏玻璃前门，试图闯入，但未成功。法国巴黎警方随后在推特上发文证实，尚皮尼市警察局遭到了各种投掷物的暴力袭击，共有5辆警车被损坏，警察局的多扇玻璃窗被打破，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10月12日电，当地时间10日，越南一家银行发生了抢劫案，嫌疑人为一名网红，曾参加过电视台节目。他在犯案2小时后被越南警方抓获。胡志明市公安厅称，在接到报警之后，对冯进行了紧急抓捕，并在150分钟后将其抓捕归案。冯抢劫的总金额为21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约60.9万元。由于最初不清楚冯使用了哪些武器，可能是炸药，因此警方在银行附近大规模封锁现场，陆军工程兵也被派往现场进行调查。不过，经武装部队查明，冯携带的物品并非危险的自制爆炸物，而是5个小型汽油瓶。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据印度印亚新闻社11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任介绍说，11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使用极轨卫星运载火箭 PSLV C49 发射约10颗卫星。该火箭将携带印度的对地观测卫星 RNSAT、2BR2 和其他商业卫星。12月将极轨卫星运载火箭 PSLV C50 发射通信卫星 GSAT-12R。据环球网消息，特朗普的印度死忠粉去世了。当地时间11日，38岁的印度农民农萨克里希纳因心脏骤停去世。据印媒消息，在克里希纳死前的几天里，他一直不睡不吃，为感染新冠的特朗普祈祷。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克里希纳一直坚定支持他。去年，克里希纳还在家中为特朗普建了一座6英尺、约1.8米高的雕像。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消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10月12日在其微博上发表文章，在全球疫情不平衡之际，会出现观念上的撕裂。此时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在不平衡中看到共同点也非常重要。这个共同点就是如何对脆弱人群实施保护的同时，逐渐开放国家和世界。世界在经受着新冠大流行，经过长达9个月的世界关闭与部分停摆，也仅换来目前的局面。划定重点保护人群，同时降低群体免疫确值，未来是全球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国由于早期抗疫比较成功，目前全国范围内基本没有本土传播病例，即便出现青岛这样的局部疫情，也可以通过扩大检测来获得动态清零，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抗疫效果。就像早期抗疫各国国情不同，不能互抄作业，现在全球抗疫进入深水区，也不能互抄作业。中国既要维持目前的抗疫成果，也要为下一步全球的逐渐开放做好准备。目前全球采取比较统一的入境检测与隔离措施，中国也不例外。这段时间窗口是中国制定战略应对的黄金窗口。一点资讯，官方报道，贵圈八姨太消息，10月11日深夜，萧亚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段自拍视频，并配文等了，随后又秒删。视频中的他仿佛喝醉了一般，对镜抽泣，神情悲伤，素颜曝光也有些吓人。不少网友猜测萧亚轩是否在感情上出现问题。视频中，萧亚轩疑似刚洗完澡，素面朝天，她身穿白色浴袍，头发还未吹干，毫无明星包袱。只见她对着镜头说了些什么，但是听不清楚，期间还忍不住抽噎，状态似乎很不好。
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加拿大有关部门称，中方日前已允许加驻华大使对加公民康明凯、迈克尔进行线上领事探视，加方对中方任意拘押2名加公民深感关切，继续呼吁立即释放他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回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加拿大方面有关的错误言论。他表示，关于康明凯、迈克尔2名加拿大公民个案，中方已多次介绍情况，他们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因此，任意拘押的帽子扣不到中方头上，加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才是任意拘押。加方企图在国际上拉帮结伙，联合向中方施压，这完全是徒劳，只会适得其反。加方应放弃双重标准，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据青岛卫健委消息，2020年10月11日，我市发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立即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流调排查和分类检测，已采样277968份进行核酸检测。截至10月12日12时，我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完成核酸检测，其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171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40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务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162601人，已完成核酸检测154815人，结果均为阴性。社区检测人群114221人，已完成核酸检测75296人，结果均为阴性。据新京报报道，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2020年9月18日，市场监管总局对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车行天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神州优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争者国际贸易厦门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对瑞幸咖啡处以200万元罚款。处罚决定书显示，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当事人通过组织召开瑞幸咖啡媒体沟通会、无人零售战略发布会、2019年度、23季度电话业绩会等多种渠道，对外广泛宣传使用虚假营销数据，欺骗、误导消费者和相关公众。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据台媒报道，今天12日凌晨1时许，台湾海军军官学校一名学员从新北市新店区自家12楼顶坠落。警察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该学员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被紧急送往医院急救，但仍然不治身亡。据报道，死亡学员是家中独子，也是自己选择就读军校。今年6月时入学，放假返家时曾与家人谈及军校生活比较枯燥，感觉吃不太饱等生活琐事，但并没有太多异状，也没有向家人透露有不适的情形。且此次连假返家的表现也都正常，现场更没有发现遗书，所以为何选择轻生，后续还需调查。据环球网消息，日前，美国、捷克等国政客先后到访台湾，让民进党当局弹冠相庆。显然，国外反华政客与台独势力合流的案例渐渐增多，意味着近年来台湾情报机关的染指范围已并不再局限于两岸。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获悉，2019年4月，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台湾间谍案，嫌犯郑雨钦先后被台湾国安局、军情局等情治单位发展针对大陆进行情报收集，试图在捷克等国策反大陆人员，并挑拨祖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据澎湃新闻消息，针对微博热搜河南商丘永城玛莎拉蒂案主犯谭明明2600万买回一条命，10月11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此系不实传闻。同时，3名受害者的妻子向澎湃新闻表示，不清楚该传言从何而来，他们从未和被告达成谅解，也未拿到赔偿。对于案件何时宣判，前述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有消息会进行公布。据一点娱乐消息，2020年10月12日，湖人时隔10年再次拿下 NBA 总冠军，这也是湖人队史上第17个总冠军。安东尼·戴维斯致辞，谈到了前 NBA 球员科比·布莱恩特。自从那场悲剧发生后，我们所要想做的一些都是为了科比，令人忍不住泪目。这一场冠军实在是来之不易，也是对科比最好的致敬。随后，李易峰发文：“我们是冠军，恭喜湖人，感谢詹姆斯 ，This is for Kobe。”白宇发文 ：“Win for Kobe。”张嘉倪老公买超也发文，终于可以说出那5个字了，湖人总冠军，我爱你湖人。
欧豪发文：曼巴精神永存，湖人总冠军。我的23号林希磊、苏醒、李晨也都纷纷发文恭喜夺冠。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据俄塔社12日报道，美国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美国大选前与俄罗斯达成核军控协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认为已经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协议。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政府还认为协议的准备工作将在谈判认真恢复后1周内完成。该报纸指出，如果未能在11月3日美国大选之前签署协议，美方可能会提出更加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尤其可能会坚持要求新协议包括对俄罗斯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限制。据观察者网消息，据韩联社10月12日报道，韩国军方12日表示，正在深入分析日前亮相朝鲜阅兵式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室长金俊洛当天在韩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称，朝鲜在10日的建党75周年阅兵式上展示了疑似新型远程弹道导弹的武器。目前公之于众的只有外观，韩美两国情报部门正在进行精密分析，朝方还展示了现代化常规武器。金俊洛表示，其中有的是首次展示，有的是新型武器，正在综合各种出处的情报做进一步分析。新京报快讯：10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午10时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常委会立法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是否将做调整？有公众呼吁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有人表示应恶意补足年龄。请问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说，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草案2次审议稿拟2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据界面新闻消息，韩联社10月12日消息，韩国检方今天要求法院判处N号房创建人文亨旭无期徒刑，并允许为其佩戴电子脚链，进行就业限制等。据报道，文亨旭年仅24岁，是一名大学生。今年5月18日，韩国庆北地方警察厅以涉嫌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等9项罪名，将被拘留的文亨旭以起诉意见移交至大邱地方检察厅安东支厅。检方表示，移交后进行补充调查后，在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相关法律等9项罪名的基础上，又对其追加了特殊伤害等3项罪名。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日前，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会永远铭记两国一指韩美共同经历的苦难历史。这样的表述令很多中国网友和粉丝不满。有记者就此事询问中方评论。我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也注意到了中国网民对此事反应。我想说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值得我们共同努力。赵立坚回应。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军事消息，据台媒报道，10月11日，解放军一架反潜机再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飞行。台媒指出，台防务部门网站即时军事动态专栏11日晚上发布消息称，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台军则进行广播喊话，并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并使用防空导弹进行追踪监视。据澎湃新闻消息，12日，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发布关于2020上合博览会延期举办的通知。根据通知，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2020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暨青岛上合国家客厅启用仪式延期举行，具体举办时间另行通知。